那现在可以给大家画一朵这个花了。我们找一朵花来画一下啊。那我们画一个包菜的吧，再画一个，还是这个包菜，还是这一朵花。要分解花瓣吗？我这个盘子里今天白天挤了好多颜色在这里，我就随便用好吗？不用看什么颜色，好不好？盘子里有什么颜色把它画掉好吗？就示范的时候你们就不用说看是什么颜色，我这里有什么红都有，有藤黄加大红，有曙红，有胭脂。来，我们先调一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加三绿，这个正好有一点三绿。加点水，先把这个底色调好，底色是这个太白加三绿，底色是太白加三绿，然后调好之后，调成这个呈牛奶状，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盘子里有什么颜色先用，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啊，不要问我什么颜色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就有藤黄加大红，还有曙红，还有胭脂，胭脂好像没有，挤点胭脂出来吧。没有胭脂，所以我们弄点胭脂出来，有点胭脂，这个笔尖才可以最深。来，我们来示范这个花瓣，包菜型的，它是一个常规型的花瓣。常规型的花瓣，我们先要画出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大花瓣，背面朝我们大花瓣，我们通常画3笔，画成1笔、2笔啊，3笔，这样子来画。我们可以不用画那么圆。通常你们画可能会有的时候会画得很圆啊，当然我们可以不用画得太圆了。那各种朝向的这种大花瓣啊，背面朝我们的大花瓣，中间1笔，两边各一边1笔，1笔大1笔小，像画这个叶子一样的，中间1笔大，两边各一边1笔小。然后这个花瓣你可以拉长一点，也不一定说都要圆乎乎的，就是我们要自由画这个花瓣。就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太死板了，要自由的画画，明白吗？自由的画画。还画一个朝向的，来转一笔，转一笔大的，转一笔小的，然后在这边再来一笔。你看，就不要画的太规矩了，就是要有这种很自由的这种感觉。你到时候组成的一朵花，它这个花才会灵动，才会好看。来，然后笔上干了，你这个笔肚里面干了，你就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这个刚刚调的这个底色，然后继续调色，反正一个颜色就是一个深的一个浅的，这样子去用。我现在示范什么颜色都可以，不一定说要一样的颜色。然后我们来画这个侧面两边的这个侧瓣，侧瓣的话我们可以3笔画完，这样子侧锋，这样子转一笔小的。然后再从这里开始蘸一笔大的，然后再往后拖一笔，那这一笔没有拖好。好，这样子来，这样是一个侧面的花瓣。那我们再画一个这一边的，来侧锋转一笔，一笔小，然后中间还是这个笔尖还是要挨着这里来转哈，要在一条线上啊，来蘸一笔大一点的。然后再往后拖一笔，这个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来，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再来各种方向的，好，侧锋转一笔小的，然后再蘸一笔大的，
再往后拖一笔，看到没有？只有这样子，是不是很简单？简单吗？这个侧面的花瓣也可以一笔画完。一笔怎么画呢？一笔就是轻轻转一笔，然后按下去，再转一笔，再往后拖一下，这样子一笔下来就是这个侧面的花瓣了。来，一笔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的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来，轻轻的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侧面的花瓣。来，笔上没有底色，用这个笔肚沾一点底色，沾一点底色。这个盘子里什么颜色都把它画完它，什么颜色都把它画完它。颜色要调匀哈，看这个颜色在这里是没有均匀的，你画出来就不行，所以你还要继续调，把这个颜色调匀它。颜色调匀了，你去画这个花才好看。颜色调匀，然后你再画了个小侧瓣，小侧瓣跟这个是一样的，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个是一个小的侧瓣。然后再画一下，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这个是笔是干了，笔干了，我们要加一点底色了，加一点底色，继续来调颜色，继续调色。这个是小侧瓣，那我们画这个侧瓣，我们怎么去加上这个正瓣？那我们先画一下这个侧瓣，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那我们去加上它的一个正瓣。加正瓣的时候，我们颜色可以调深一点啊。先从中间这里加一笔出来，在这里再来一笔。好，我们在加的时候，加单独的花瓣的时候，我们这根部也要补充一些。根部这里是要最深的啊，要最深的，不然的话你就分不出来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一个正反瓣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完整的花瓣。那我们在画一朵花的时候，通常还会有一些这种比较碎的花瓣。那碎花瓣我们就这么去点它，这么去点，看到没有？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就是去点它就可以了。其实一朵花中就是这些小花瓣、碎花瓣、正反瓣的组合，还有那个小反瓣啊，还有更小的，你就直接这么去画就可以了。一笔下去有点干哈，笔上有点干，是颜色太干了，这个颜色已经放干了。小的侧瓣就直接这么一笔就可以了，直接这样子一笔下去，一笔下去。一笔下去就可以了。其实一朵花就是正反瓣、侧瓣、正瓣，还有这个大花瓣。那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大花瓣，来画一下这个大花瓣。大花瓣我们的颜色要调饱满一些，然后我们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转动笔，把笔睡在这个盘子里，这样子转动、转动、转过去。转的时候要有起有落，有起有落，你才会转出这种不规则、这种边缘、这种缺口来，这样子这个花瓣才会灵动，才会好看。好，还是一样的，笔上干了，我们蘸一点底色。一样画一个，还有这个花瓣可以这样去推一下，点一下，然后再推一下，再点一下，这样子去组成这个大花瓣。还有一些这个大花瓣是两笔组成，从根部来一笔大的，然后再来一笔小的，两笔来组成一个这种大花瓣，加一点底色，然后再调色。
颜色一定要调均匀，看到没有？我们调色调的时候，这个笔要在盘子里一边调一边转动，让这个笔里面是占满占饱这个颜色，均匀的占饱这个颜色，你画的这个花瓣才会滋润。有很多家人就是这个水分太大了，颜色你水分多了，你刮掉一些水分，然后你调色的时候调久一点哈，调久一点。你看我都调了这么久，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你看这些。这样子就不均匀了，还要继续调，把颜色调均匀，调均匀了，你画出这个花瓣它才好看，才会滋润。好，这个大花瓣还可以从这个外面从里面画，来一笔，这里再来一笔。我们画这样子2个花瓣组成一个花瓣的时候，要一笔大，这里一笔大，一笔小，这样子让它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才可以。好了，我们这花瓣就示范到这里，我们直接来给大家分解一下这朵花。然后我们画这个包菜形的是什么形状？包菜形它画一个正面的最直观，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包菜形它基本上成一个圆形。假如说这个花心我们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花心，那么它分2层去画，中间的这一层我们把它分为4个方向，分为4个方向，1、2、3、4个方向往里包啊，4个方向往里包，花瓣都往里包。你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方向，画的时候这个花瓣都往里包。然后外面这一层呢，外面这一层也是分为4块，你就把它分成4块去画，往外展，往外展，外面的花瓣往外展，里面的花瓣往里包。这样子去画，外面的就是往外画，里面的就往里画，然后中间衔接的地方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反瓣伸出来的这种正瓣，那么我们就画出来，大部分都是包进去了，偶尔伸出来的花瓣它也是往外展的，大概这个包菜形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好，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花瓣的大小变化，我们要注意，就是要有变化啊。颜色的深浅变化，物象的虚实变化，这个是大关系啊，这个是一朵花里面的要注意的这个大关系。我们要注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是说这个花你要按照我一笔一笔的去画，1、2、3、4、5、6、7的这个顺序去画，不对的，这样子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死的。我们要画出活的东西，就是你要注，但是活的你要注意这些大关系就可以哈，这是大关系，大关系就是你要想到你在画的时候，你要想到，哎，我这里画一个大花瓣，你这里要画个小花瓣，花瓣要有大小，然后颜色呢，有一些地方你要设计。假如说我们这一朵花，我们可以在上面这一部分这个花瓣让它颜色是浅的，然后下面这个地方让它颜色是最深的，让颜色上有深浅的变化，然后物象也要有虚实变化。那我们也可以虚的地方，通常我们也是画在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上面我们可以画一些比较虚的花瓣，颜色浅，然后颜色又物象又比较虚的这些花瓣，它就有虚有实，有深有浅，然后花瓣又有大小这种变化，它这朵花它才会完美。不要画太多一样的这个花瓣，不要一朵花里面很多都是一样的花瓣，这样子组合出来，这朵花它是不好看的。好，我们来拿一张纸开始画这一朵花。好，我们来随意的找一个位置画这个花哈。我们这个花，我们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我们就找一个位置来画。我们这个盘子里有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啊。来，先把这个浅一点的颜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浅的颜色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如果说你水分太多了，你在调色的时候，你调的时候这个水分就掉到盘子里很多，那就说明水分太大了，你就要把在废纸上沾掉一点点水分，好不好？然后笔尖再调第2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这种颜色，稍微深一点这个颜色。好了，我们这样子有深有浅，
笔上的颜色是由深到浅的这个自然的这种变化。我们先来画这个这朵花正面的这个包菜形的，先定一个花瓣啊，来画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种花瓣，一笔、两笔，笔尖补充一点颜色，然后这个3笔我们可以拉长一点，这个是一个花瓣。你看这一笔颜色其实没有那么好。这笔颜色它明显的有一点点不好，不好的话你们也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啊，也可以调整一下，你看调整一下它会好一点。好，我们在笔尖补充一点颜色，再来画第2层的花瓣。那每一层花瓣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那第2层这个花瓣我们要稍微小一点。哇，这个笔的颜色一定不能调不好，你看这一笔又调的不够均匀，就是调的不够均匀的话，你画出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来补充一点颜色，那这个第2层的花瓣我们可以再往外延伸一点。好，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补充颜色。我的这个笔里面水分是很多的，但是我要你们自己画的时候不要太多水分了，太多水分容易掌控不好啊。好，这里来画一个花瓣，这个花瓣也可以大一点，这边大，我们慢慢的往这边就小了。慢慢的往这里小，让它从这里重叠起来，这个花瓣从这里重叠。来，笔尖再补充一点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来，再来画这一层，我们可以再画一层特别小的啊，就是很小很小的这种感觉。哎，这一层这么小一点点，让它有这个层次中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那我们在笔尖还是要不停的补充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啊，笔尖好像这里都是浅色没有深色的，我们加一点曙红来，曙红稍微深一点，这都是大红、牡丹红，没有曙红，加点曙红来，曙红会深一点点。来加一点点这个曙红色。那我们这一层我们又可以画大一点哈，又可以画大一点。然后我们一笔一笔的这样子往这里推，一笔一笔的去点，这样子你才能掌握出这个花瓣的这个形状。有的时候你一笔画上去就太圆了，这样子点的话，用这种点的方式画，你这个花瓣才可以碎一点，才会好看一点。这个花瓣看到没有？这个花瓣才会成这样子的形状。好，我们继续来补充一点颜色，一层大宽一点的，我们就要来一层窄一点的。那这边再来一层这个更窄一点的。那这么窄哈，这么小的一个层次啊，让这里伸出来，让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那么你看这边往这边包的，我们刚刚分解的这个中间这个圆是往里包，那么这个往这里包的已经画完了，就画这么多。那我们再要画这一边，这个是从左上朝右下包的，那我们现在要画这个左下朝这个右上面包的，左下朝右上包的，往这里包哈，这样子包过来。好，我们补充一点颜色。笔尖上补充一点颜色，颜色还是由深到浅。好，我们往上包了，我们注意这个要往上了，这个笔要往上了，我们就要画侧面的这种花瓣了。来一笔，中间一笔大一点，然后往后拖一笔，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侧面的花瓣？好，这一个侧面的花瓣，那一个大一点的侧面的花瓣，笔尖还是要有一点深色的。那我们再画一个这个层次的，画一个窄一点的层次。那这个窄一点的层次，窄一点的花瓣，这又是一层。
那我们在上面再加层次，再加层次的话，我们又要大了，要有大有小。那这一层又是比较大了，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那这一层花瓣，那又比较大，然后花瓣的形状都要自由一点，不要太规矩的，太圆了，就是让它有一些变化，多一些变化。你看这个缺口，我们可以也是补一些小花瓣啊，让它伸出来这种小花瓣。这个花瓣可以补的碎一点，不要让它太整了。好，这个花瓣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上包。你看这个圆中间要包到这里，大家要画的时候要有这个意识啊，我们要往这里包哈，这个中心这里来包。那么这里还要往上包一点，再来往上包一点。那有一层大的，一层小的，然后这里还要再来一层这个稍微的小一点。我们这样子慢慢的画过来啊。好，这里又来一层啊。基本上这一层往上包的已经画完了。那我们要画这边这个右下往左上包的。右下往左上包的，我们可以少画一点点，就没有太多位置给它画了。已经没有太多位置给它画了，我们这边已经画太多了。其实我们这里画1、2、3个花瓣就可以了，但是已经画太多了，那我们就往外面包吧。这里来包，这里来往里面包，这里往里包也是可以的啊。来，这里往里包，往里包。好，这里再来一个层次往里包。好，这里3个就可以了，就不要画那么多。等一下，这里已经画太多了，所以说我们这里只能少了。好，我们这边就画这么多，好了，可以了。我们再画这一边的。来，我们加一点，笔上没有底色了，我们加一点底色啊，加一点底色。笔上太干了，就加一点底色。我们这个上面这里留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这个花瓣还可以往这里延伸一点啊。这个花瓣还可以往上延伸一点点，这个层次还可以来几层。好，那我们现在来画这一边这个右上往左下包的。那我们这边包的，我们就不能全部像这样子的这种花瓣，这个花瓣要有长的，要有短的，也要有碎的，也要有小的，有窄的，也要有这种变化啊。你看这些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叠加，直接这么去画就可以了。那这么长的，看吗？那让它包起来，让它有各种姿态的去包。好，这边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就这样子几笔这样子包起来就可以了。哎，这样子再来一些，让它包起来。那么这样子已经包起来了，这个圆是不是已经包起来了？对吧？我们这还可以再画一个，按照这个真实的物象，这里还可以再往外展出来一个反面的。这个翻过去的啊，翻到外面去的这种感觉。好，这个反瓣已经全部画完了，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正瓣都补上。这个包起来的这个反瓣架子已经搭完了，是吧？架子已经搭好了。
这边颜色已经没有了。我们画这个正半的时候呢，颜色就要多调一点哈。这个太干了，这个颜料太干了，我加一点点水画一下。白天放的这个颜料在这里已经干了，我们把这个颜色调饱满一些。画这个正半的时候，颜色稍微的深一些啊，稍微的深一些，调多一些这个颜色。这个曙红也多调一点，曙红也多调一点，曙红多调一点，你再去调一点胭脂的时候，它就不会灰。有很多家人说颜色灰，那就是因为你前面的颜色调的不够多，你再去调这个胭脂的时候，它就灰了。你前面颜色调很多，很饱满，你再去调一点点这个胭脂，那么你的颜色就很鲜亮，就很好看。好，我们把这些有空隙的这些地方都去补充上这个正面的花瓣。那补充正面花瓣，像这些缺口都可以补哈，都可以补。这些小缺口就直接补上。来补一下，就是笔尖要沾一点这个深色的，笔尖要一直有这个深色的在。这些小小的缝隙里面一样的要补上这个深色的这个正半啊。好，这些缝隙里面都补上这个正面的花瓣。来，笔尖上蘸一点点深色，补充。来，补充正半。好，把这些有缺口的地方都补上这个正面的花瓣。补正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加底色，可以直接加水的，可以啊。你的笔如果干了，就可以直接加水。好，这里补充正半。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那这些缺口，这些里面都要补充。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动作，不要补的太圆了，笔要有动一下啊。你看我的笔这样子过来，我要提起来再按下去，让它这个边缘不会至于太圆了。我们画这个花就不要画的太圆了。好，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加点水。我们补充这个正半的时候，可以不用加底色。不用加底色，这个颜色会更鲜亮，因为你要把颜色调饱满。不加底色，你要把颜色调多一点哈，调饱满。你看这个颜色要都调到这个笔肚里面去，很多这个颜色。然后再调这个曙红，然后调这个胭脂。好，我们这里可以直接补充一个大的花瓣。这个花瓣补了那么多小的，要有大有小。来，我们这里补充一个大的花瓣。好，这里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直接来一个大的。那一个大的这旁边，我们来一些小的，这些小的细节。这两个花瓣这样子重叠起来。好，这个大的哈，这个大的，那么这边也是，你可以多补一些层次，先补一层小的，然后补充一些颜色，然后再补充。这个花瓣可以这样子，两个包起来，让它有大小中的这种变化。好，我们来继续来补充这个，把这个伸出来这些反瓣的花瓣全部都补充。这个长，这个短的，那我们这边我们可以补充一个长一点的。
这里来一个反半啊，那个反半中间也是要补充这个正半，正半的话也是要最深的颜色。好，这样子这个花瓣让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我们把这个伸出来的这个反半伸出来这些地方补充了这个花瓣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往外展这个花瓣了。那我们慢慢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去往哪里去补花瓣。那这些地方都可以往外去补充花瓣。笔上干了，我们就加一点水分。笔上干了就加一点水分。来，这个花瓣往外展。来，这个花瓣往外展。这个花瓣要有这个边缘，不要太整齐了啊，不要太整齐了。我们画的时候要带一点动作，让这个花瓣不要太圆了。我们可以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这个褶皱的这种感觉。好，继续调一点颜色。那继续往这个上面来补充这个花瓣。看这个花瓣，哎，这样子来过来，你看这些花瓣它都不会说是，我不会说一笔这样子圆圆的过来，就会有一些这个笔会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提起来又按下去的这种动作，让这些花瓣不会说太过于圆了。好，我们这个正半的颜色都会比较深一点，我们慢慢的所有的花瓣慢慢的往外展，往外展。你看这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往哪里去加花瓣，好不好？啊，这些有缺口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加花瓣。加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笔，要有这个动作，要有这个提按的这种动作，不要把这个花瓣画的太过于圆了。啊，这里加一个。然后我们这个上面这个花瓣，我们想要把它画浅一点，画浅一点我们怎么画呢？画浅一点我们要怎么画？我们要把笔洗一下，不要让笔太深了，颜色稍微的洗一下，稍微洗一下，然后蘸一点这个底色，沾一点这个底色，然后沾了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调少一点颜色。当然这个颜色也是一样的，要调到这个笔肚上面来啊，要调上面来，因为这个大花瓣它是比较大，你要把颜色调上一点，把这个笔睡在这个盘子里面去调啊，睡在盘子里去调到笔肚上占满了颜色，然后笔尖有一点点深的，笔尖会有一点点深的，然后这样就可以去画了，画这个最上面的这个花瓣，最上面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个大的花瓣啊。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的啊。好，这个花瓣是比较虚，所以因为这个水分比较大，这个笔上我这个笔上我用的这个笔水分很大，你们画的时候水分不要太大了，水分太大了可能就掌握不好这个水分了。来回一下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太平了，我们在这里跳出一个花瓣来，来加一个花瓣。那我们不要让花瓣，尽量不要让这个花瓣太圆了。好，我们这里来一些这种大花瓣，这后面来一些这个大花瓣，这下面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等一下看一下怎么去加，哪里需要加花瓣我们就去加哪里，好不好？来，这里来一个大花瓣。不，这里还要加一个花瓣，这个缺口加一个花瓣先。颜色有一点不一样了，本身这个颜色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因为这个盘子里都是白天剩余的这个颜色，所以什么颜色都有。来把它加深一点，这是一个正反瓣。那这边我们来一个浅色一点的大花瓣，浅色一点大花瓣，我们沾一点底色，然后我们再去调色，调饱满一点哈，颜色还是要调上，但是要淡淡的一层，淡淡的一层也要饱满。笔尖要有稍微深一点的颜色，来画一个大花瓣。这个大花瓣你们从上往下画，或者是从下往上画都可以。那我们先画下面这一半，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示范的那种花瓣，就是两笔来组成的一个大花瓣。这个反笔来画不是特别好画，就有一点看不见的这种感觉。好，一笔下去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来一笔，笔尖要有深色啊。来两笔组成了一个这个大花瓣，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特别大的、特别跳出来这种感觉，让它这个有强烈的这种对比，要有强烈的这种对比关系。然后你再看一下，你再观察一下这朵花哪里你还需要有加花瓣的，这个才去调整，最后是去调整。那我们这里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啊，这个缺口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当然不要加太多了，加一点细节上的花瓣就可以了，让这个缺口就留在这里就可以。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花瓣哪里需要去补充，我们把这个花瓣这个颜色都有一点不一样啊，盘子里的颜色都是各种颜色都有，有曙红，有这个大红，有胭脂，还有这个玫瑰红，这个是白天剩余的这种颜色。那我们把这个稍微的长出来一点点啊，稍微的长出来一点点，不要让它太平了。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在画完之后要去观察看哪些地方需要你去调整的地方，你可以去调整一下。好，有些地方可以回笔的，你回一下笔。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地方要加花瓣，如果说不用加了，我们就这样子也可以了。还加的话还可以继续延伸，这个花还可以继续延伸，就看你需不需要延伸了。不想画太大了，我们就不延伸了，我们就直接把中间的画好。你想延伸的话也可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后画啊，继续往外画。颜色真漂亮，来加的话，我们继续来加，这里可以加一层。那这里加的时候你要慢慢加哈，你不要一下子转过来，慢慢加。要这个花瓣要有宽的，有地方宽，有地方窄的这种感觉。
好，这边还可以，这边也可以继续加，这边也可以继续加。大家说要继续加，也可以继续加啊。好，看一下这个花瓣哪里需要往上加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加啊，继续加。要加我们就加，就把它加的更层次更加多一点，更加丰富一点。来，有的时候我们要回笔，来看一下这里加了之后，这边也是需要加的。既然这边加了，那我们这边也是需要加的。来深一点哈，这边下面就加深一点，越到下面这个花瓣颜色就会越来越深。这里加一个小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要不要加一个大一点的。笔上太干了，都有点画不动了啊，笔上有点太干了。沾一点水，或者是沾一点底色。那这里加一个，这里加的一个，我看一下哈，哪里应该长一点？这个花瓣看是哪个需要长一点？把这个伸出来一点，还是这一个伸出来一点？把这个再加大一点哈。我们画完之后再看整体，把这个花瓣稍微大一点。好，我们一样的可以回一下笔，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这个褶皱的这种感觉。这里也可以再加一个花瓣。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夹出来，不然这里都几个花瓣似乎有点碎。好，我们就加这么多了，不要再加了。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心的地方把它画上，中心的地方我们把它补上。颜色不一样了啊，这个已经盘子里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朵花五颜六色的有一点。主要看笔法，主要看这个画法啊，我们就不管它这个颜色了，好不好？好，里面的往里包啊，往里包要有大有小。虽然说是往里包的，我们也不要直接一层一层的下来，我们也要有这种变化，也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花瓣的这种变化。你看这里我们可以来一笔这种很大的。好，继续往里包啊，每一层都要有这个区别，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区别。到最中间会最深的颜色，最深的颜色直接用这个胭脂，有几个这个深的地方，你看这里有一块最深的，这里有一块最深的，最深的我们直接用这个胭脂
填满。我们今天终于把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多余的颜色给用掉了，所有的颜色集合起来画了一朵花，什么颜色都有。好，我们在画完之后可以去整理一下，像这些有一些地方这个白留白的，不用那么白的地方可以去整理一下。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好，那么这一朵花就完成了。你看一下，来画哪里画花心，这一笔特别不一样。因为这一朵花本身就是盘子里多余的颜色，什么颜色都画，什么颜色都有。你看一下这个花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大小、大小、小大、宽窄，有一些这么窄的，有些这么大的。你看这些花，夸张的大的会很夸张，就是让它的对比非常强烈的这种夸张。然后小的让它很小，颜色上也是有深浅的这种变化。你看下面这些大花瓣它是比较深的，上面就比较浅的。你看这上面这两个花瓣它是稍微的比较虚一点点，有虚有实，花瓣有物象有虚有实，花瓣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的这种变化。我们这一朵花的话，要点上几个花心就可以，在这个中心的地方点上几个花心就可以。